大家好，我是 Klaus。我们之前从历史、人文、政治等各个方面，在台湾归属的话题上做过2期节目，一共累计了1万多条评论。在台湾归属这个问题上，有很多争议的地方，所以我结合众多网友的评论，重新全面的查找多方资料。本次节目会涵盖以下内容：台湾岛的形成、古代台湾和大陆的交流历史、郑成功的血统问题、清朝对台湾的实际控制区域、清朝是不是中国和国际公约，包括开罗宣言、三藩市合约等对台湾主权的规定等等。希望通过这次节目彻底解决台湾到底在什么时候属于中国这个问题，为台湾归属这个话题画上圆满的句号。跟我们看到最后哦，谢谢。中国政府和媒体对台湾自古以来属于中国这句话张口就来，那台湾到底什么时候开始属于中国呢？中国的地理教材里面把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关系追溯到了远古时代，说台湾和大陆本来连在一起，后来形成了台湾海峡，台湾岛才与大陆分离。但事实上，台湾岛是由菲律宾海板块和欧亚大陆板块挤压形成的，所以现在台湾的地理以山地为主，有5大山脉。即便是台湾从大陆分离，也不能作为台湾属于中国的依据，因为整个欧亚大陆都没有分离过。所以与其说台湾属于中国，不如说整个欧亚大陆都属于中国更有说服力。其实台湾这个词一直到了明末才出现在中国的历史之中，在此之前台湾一直被称作夷州，这一点中国的教科书里面也是承认的。蛮夷是中国古代对管辖范围之外的一种贬称，直到清末还有师夷、长畿、以制夷的说法。也就是说，在明末郑成功之前，没有来自大陆的政权统治过台湾，只有短暂的接触。根据《三国志》和吴书的记载，三国时期的吴国派人到过夷州，从夷州这个称呼就说明了2个问题。第一，古代中国政权以海为界，海外的地方都称作为夷，比如日本、琉球等，所以吴国去的夷州是不是台湾就存在不确定性。第二，吴国人既然称夷州，也就是肯定了这个夷州不属于当时的中国。其次，根据吴书记载，吴国示众，及役死者10有89，权深毁之。去夷州的人一大半都感染瘟疫致死了，孙权非常的后悔。另外有网友指出，元朝设立澎湖巡检司，澎湖巡检司的管辖范围只有离大陆较近的澎湖群岛，并不包括台湾岛。所以说，在明末郑成功之前，没有来自大陆的政权在台湾岛实施过统治。在这之前的台湾，也就是夷州，不属于中国，这一点是没有争议的。明朝末年，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了第一个汉人政权，中国大陆官方称之为郑成功收复台湾。我们讲过，郑成功之前的中国没有统治过台湾，所以不能称作收复，也不能说他是民族英雄，他只是在大陆抵抗清军失败，入侵台湾寻找一个落脚点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台湾属不属于中国开始产生争议。首先，郑成功并不是纯正的汉人，他的母亲是日本人，而且他在日本出生。按照现在的说法，他最多是个日籍混血华人。用现在的观念来看，他是个日本人。即便把郑成功定义为中国人，也不能认为郑氏家族统治的台湾属于中国。第一，郑成功建立的政权对台湾的统治只有台湾西南的一小部分，占地面积不到台湾的1/10。当时和郑氏并存的政权还有大肚王国、大龟文王国、马家王国等。第二，郑成功建立的政权并不属于代表中国的明朝，因为郑成功是明朝人，就认为郑成功占领的台湾属于明朝是错误的。郑成功在大陆的时候反清复明，拥护南明政权，但到了台湾之后，并没有再拥立明朝宗室。当时随郑成功入台的有很多明朝王室，包括宁靖王朱树贵、鲁王世子朱弘桓等，而是建立了属于郑氏家族的东宁王国。所以如果说当时的台湾属于中国明朝，那郑氏家族就是最早的台独势力。所以从这3点来讲，明郑时期的台湾并不能说属于中国。再往后就是清军攻台，明郑灭亡，清朝开始统治台湾。这个时候可以说台湾属于中国吗？这种说法同样存在很多问题。第一，清朝在台湾内部划定国界，土牛界限，清朝只实际控制台湾面积的1/3，只有到了台湾割让给日本之后，台湾内部才最终统一。第二，清朝面临着一个很大的历史争议问题，那就是清朝是不是中国的问题。中国真正作为国号是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开始，国号简称中国。
1949年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国号也简称为中国。在此之前，没有任何国家国号叫做中国。中国一词虽然最早出现有3000多年的历史，但一直都是表面的意思，表示中原地区和位于中间的国家的意思。即便是用传统和文化继承的思想去广义上定义中国，那中国应该是指中原王朝，以两河流域的汉文化为主体的国家。和我们之前说过的一样，被古代人称作蛮夷狄戎的都是中原文化之外的化外之地，不被当时的人认为是中国人。所以说元朝和清朝都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蛮夷，并不是中国。再从文化继承和统治政策上看，元清就是在中国执行的殖民统治。清军入关之后，不仅对汉人进行屠杀，而且还对中国文化进行了灭绝。除了我们都听过的留发不留头的剃发令之外，清朝还对中国的语言进行了改造，加入了满语的成分。到了后面，清朝也只是表面上崇尚汉文化，毕竟要统治数量上占绝对优势的汉人，但实际上从各个方面的政策来看，汉人在清朝的地位完全是被殖民的待遇。所以清朝所有反清复明的叛乱，还有太平天国运动、辛亥革命的驱除鞑虏、振兴中华的口号等等，都是否定了清朝是中国的说法。所以清朝统治的台湾属不属于中国，主要存在这两点之一。1895年，大清帝国和大日本帝国签署了马关条约，永久割让台湾。在日本统治下，日本统一了台湾岛内的各种势力。在这之后的50年，台湾都属于日本。跟明郑和清朝对比，在主权和实际控制权上都不存在争议。然后台湾归属问题在日本投降之后再次出现了争议。首先是1943年的开罗宣言中，中英美苏4国发表公报，日本从中国所获得的所有领土，包括满洲、台湾及澎湖列岛，应该归还给中华民国。后来在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中重审了开罗宣言的内容。接着日本在8月10日宣布投降，并接受波茨坦公告。最后就是1951年的三藩市合约，日本同意放弃台湾、澎湖列岛的主权，交给联合国托管。这些规定再次造成了台湾法律归属的主权争议。有些人认为，因为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不是条约，而三藩市合约是条约，所以应该以三藩市合约为准。台湾属于中华民国有争议。这里我说一下我的看法。首先，签订三藩市合约的1951年，国际主流社会均承认中华民国代表中国，当时还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华民国并没有参与签署。作为实际控制台湾的中华民国没有签署，就有很大的问题。如果中华民国都同意台湾交给联合国托管，那自然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。然后就是三藩市合约并不能取代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。第一，1945年9月2日，日本天皇所签署的投降书中明确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，也就是说，日本承认波茨坦公告的法律效力。第二，根据维也纳条约法公约，名称并不影响条约的特性。另外，根据国际法院的文件，联合公报和新闻公报亦可成为国际协定。第三，开罗宣言的原文收录在美国国务院和美国条约的国际协定里面，也就是说，就美国政府而言，开罗宣言是有法律约束力的文件。所以说，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已经将台湾主权归还给了中华民国。之后的三藩市合约并没有明确的把台湾的主权从中华民国手中拿走。最后我们来做一个客观的总结，在郑成功之前，台湾不属于中国，这是没有争议的。明郑和清朝统治的台湾属不属于中国是有争议的。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属于日本是没有争议的。日本投降之后的1945年到三藩市合约签订的1951年间，台湾属于中国是没有争议的。即便当时有2个中国，但当时的中华民国代表中国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。中华民国不仅拥有台湾的主权，也拥有实际的控制权。1951年之后至今，因为三藩市合约的出现，台湾属不属于中国又有了争议。所以客观的讲，如果没有争议的说台湾属于中国的时间，只有1945年到1951年这6年时间，台湾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的说法也就不成立了。好了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我们频道只讲事实。下面进入网友互动环节。上一期节目，我们通过分析川普确诊能不能拿到同情票，引出了为什么中国不是一个同情弱者的社会。网友 Jack Lam 用了一个很好的比方，欧美人是群居肉食动物性格，虽然也有利益争斗，但明白互助合作的重要性，所以愿意共同抗敌、捕猎及一起共食。而中国人就像草食动物的性情，
看过动物世界频道的就知道，草食动物喜欢群居在一起，看起来很团结，但同伴遇到麻烦或者危险时，其他同伴通常会远远的观望，而不去帮助，表现得非常冷漠，最多就是至亲的父母会试图去帮助一下，这跟中国人的社会形态像极了。网友 Brian Chang 说，不是已经有小粉红打算杀光中国6亿的穷人，连亲爹娘都不放过，弱者在中国被视为妨碍国家进步的绊脚石，又何来的同情的可能？最近中国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要杀光中国6亿穷人，认为他们给国家拖后腿，这种言论其实中共也不会容许的，没有穷人哪来的富人？杀光了这些人，中共奴役谁呢？很多网友跟我们分享了更多体现中国社会达尔文的谚语。网友 Bill Tone 说，中国内地人崇尚趁你病要你命，墙倒众人推。网友发阔固说，落后就要挨打。网友有黑卡称说，一山不容二虎，个人自扫门前雪，莫管他人瓦上霜。网友扛麦郎说，事不关己高高挂起，天塌了有高个子顶着。这些都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在中国的体现。好了，本次节目就到这里，感谢所有参与留言讨论的朋友们，我是 Klaus， 我们下次再见。